魏婴，接下来一事，你自己决定蓝公子是否可在旁听。祁阳意味深长地看了魏婴一眼，此事与你流浪被江家收养有关，这2天知道了好些有趣的事。魏婴抬眸看向祁阳，黑色的瞳孔隐隐泛起点点红芒，自动将内容翻译成了另一个话题，与我父母有关。蓝忘机伸出右手紧紧握住魏婴手腕，低声唤道：魏婴。魏婴回过神，愣愣地垂下脑袋望着蓝忘机的右手，自己好像又有点失控了。魏婴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死了一遭，要说豁达吧，也挺看得开的，可好像也更加快计较了。计较那些对自己好的人的是与非，计较那些人的行为好与坏，他没有办法忘记温情一脉的惨死，也不能忘。父母从来都是魏婴在乎的一个点。他虽然记不清父母长什么样子，但他记得父母对他说过的话，一直记到现在。如果说死前一直在压制了解父母的念想，重生之后念想就像疯狂的潮水，一浪又一浪的涌来，在祖母的陪伴下更加渴望知晓。蓝湛，你陪着我吧。魏婴微微苦涩地笑道，我怕失控。祁叔你说吧。祁阳看着魏婴视死如归的表情，以及蓝忘机一直没有变化的冰山脸，行吧，看样子魏婴与姑苏蓝氏的小崽子关系确实好。此次为了了解你这位鬼道祖师四面楚歌、无意援手的原因，特意去了4大宗门所在地搜集信息，然后在云梦有了意外的收获。你流浪被姜老宗主接回莲花坞后，云梦对姜老宗主的风评就发生了变化。本来因为一段失败的婚姻而名声岌岌可危的姜宗主，一下子成了百姓讴歌的对象。因着这仁义，也获得不少小家族的支持，也凭借他们的支持站稳了第5大世家的脚跟。不完全统计，大约有3-4成曾接受你父母亲的帮助。魏婴迷茫地看着祁阳，所以这2个有什么关系吗？阿爹是姜叔叔的兄弟，母亲也曾和他们一起求学，所以才收养我呀。祁阳看着魏婴迷茫的表情，不禁摇了摇头。魏婴，关键在于姜老宗主风评的改变不是自发的，是人为引导的。他的猜想跟着魏婴某些方面的反应愈发扩大，总归是长泽的孩子，能教一些就教一些吧。若是以后还这样，可能还会再被那群老狐狸玩死。你那些无中生有的谣言，大部分是经过茶馆说书先生传播的。茶馆说书先生讲书都是要有备好的稿子，有些是自己撰写，有些则是他人提供。我已经查到谁给钱并且提供稿子了。蓝忘机闻言惊喜地看向祁阳，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蓝忘机一直很在意魏婴那些莫须有的谣言，他不希望魏婴背负不属于他的仇怨与人命，如果找到了源头，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魏婴自然知道茶馆的先生在讲书讲趣闻前都会找一下书籍，背一下稿，但他从来都是图一乐，也没想过有人会用这种招对付自己。不就算过知道了，魏婴也会我行我素的。魏婴有一天下山买土豆，听到说书先生在台上隔空朝着乱葬岗方向说夷陵老祖不是人的时候，都把魏婴整笑了。在乱葬岗柴米油盐一样不少的，怎么就不是人了？云梦那些姜家首徒天赋强但不听教诲，姜宗主还带若亲子这些流传较广的，都由云梦姜氏支出的。说书先生那还能寻得收据，找得到稿件。而于夫人善妒，怀疑藏色与姜风眠有不当关系，属于民间方谈，并无说书先生参与。魏婴，你可有想过姜风眠也许不是你想的那么好？魏婴感觉就像有人朝着后脑勺甩了一闷棍，整个人晕乎乎地。他感觉有点难以想象和自己说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姜叔叔买通说书先生。祁阳顿了顿，遂接着说道，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希望你明白一件事，这世界上除了血缘亲人，从来就没有不求回报的好。真有那也是只是一时的，哪怕是我。祁阳丝毫不在意贬低自己，只想把有些事情掰扯开了，让魏长泽的小孩看清楚。祁家和魏家故交不假，关系好也是真的，但是关系是需要双方维持而不是单方的。魏家自从只留下魏长泽一个人去往另一个世界，就有部分交好的世家选择了不予理会，不通知魏长泽。魏家的变故生怕惹上惹不了的大人物，这就是现实，生意人就是比较现实。姜风眠需要你作为姜氏仁义的招牌，而保你衣食无忧便是他给你相应的馈赠。日本是对等的一个交易。
但江丰眠贪心了，他不断加大砝码，缩减你该得到的东西。视若亲子，顽劣不堪，美名都是他的，臭声都是你的。但凡有心，就会发现这个招牌的背后藏着的大问题，养而不教。魏莹听着祁阳一字一句，身上直发毛，又眼皮狂跳，双手逐渐变冷。魏莹想搓了搓自己的双手，暖和一下，发现自己身体有点僵硬，动不了。此事我确实有疏忽，我只想着6、7岁的孩童顽皮正常，但忘了在此前你已经流浪了多年，再怎么当自己家也不会做出被大人称为顽劣不堪的行径，这本就不符合常理。